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失业问题啊，尤其是聊一聊美国的失业问题。大家知道，就业呢是一国最重要的民生啊。如果就业问题处理不好呢，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有时候呢还是灾难性的后果。那想当年，在1929年啊，美国率先爆发了大萧条。那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呢，最高达到了25%啊，每4个人呢就有1个人失业。那后面大萧条呢开始向全球蔓延啊，很多的国家的失业率呢达到了30-40%。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很多国家的经济迟迟走不出泥沼啊，然后人们的生活呢越来越艰难啊，久而久之呢，人们开始丧失信心，乃至产生绝望的情绪。那这样一来呢，这种极端的社会思潮的这种土壤就诞生了啊，甚至有极端的社会组织形态啊开始出现啊，比如说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啊，这些极端的组织形态出现了。那进而直接或者间接呢，就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说大萧条啊，这个带来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站在今天这个时点呢，我们也要关注就业的问题。今天早上呢，我刚看到新闻啊，全球第2大的连锁影院这个电影世界啊，宣布呢停止在美国和英国的运营。那这个消息一出呢，公司的股价就暴跌了60%。那这次疫情呢，大家都知道啊，对这个影视啊、航空啊、旅游啊冲击是非常大的啊，很多大的巨头呢，全靠这个政府的支持啊，银行的支持啊，活到今天啊，要不然的话早就被这个冲击的已经倒下了。那9月份以来呢，美国的很多大企业也就开始了这种裁员啊，你像迪士尼啊，宣布裁员2.8万人；美国的著名的这个服饰品牌 Ralph Lauren 宣布全球裁员15%；这个美国的国防军工巨头雷神技术公司宣布裁员1.5万人啊，还有美国的零售巨头像科尔百货正在裁员15%啊，还有这个可口可乐公司将向4000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计划啊，反正从9月份以来呢，就可以断断续续看到大量的这种美国的大公司的裁员的新闻。那进入9月呢，可以说这个形势是越发严峻啊，很多人从这个待岗啊，也就是这种给你休无薪假啊，变成了真正的失业。你像美高梅集团宣布啊，1.8万的放无薪假的这个员工直接就被永久性裁员。那美国呢有一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你放这种无薪假的这种假期呢，最长不能超过6个月啊。如果超过6个月呢，你就必须要确定明确的这种离职的日期啊。所以说从疫情到现在，差不多有6个月过去了，很多的员工呢迟迟回不到工作岗位，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被直接就真正的永久的真正的辞职了，离职了。那我们回顾一下，就是美国3月份这个疫情的纾困计划啊，这个全凭当时的这个纾困计划和刺激计划。如果没有这个刺激计划呢，现在的经济状况呢，肯定是比08年还要糟糕的多得多啊。那当时的纾困计划呢，它是2万多亿美元啊，给了大概5个部门，大家可以看这张表。那第一个部门呢就是家庭和个人，第2个部门呢是大型企业，第3个部门呢是小企业啊，后面还有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那其实呢，这些钱的大头最后的真正的支出的流向的终端呢，其实还是流向了个人手里啊，流向了每一个美国的居民。你比如说这个给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这个救助支持，那这些钱呢，基本都是要求他们不裁员啊，至少在10月1号以前不要裁员，然后把这个钱呢给到员工啊。所以说，美国的居民呢，其实得到了大量的这种救助资金。那我们简单的可以看一张图啊，比如这张图呢，就是当时统计的美国的各个州的居民每周呢能领到的这个失业救济金或者说这种失业福利。那可以看到呢，在不同的州像华盛顿呢能领到1092美元每周像夏威夷呢1100多美元每周总体来讲呢都是差不多一周能领到1000多美金吧。那一个月呢基本就是4000多美金也是不小的一笔数额。那夫妻2个人呢，可能就是8、9千甚至1万美元了所以基本呢是够一个家庭在美国的一个正常生活和开支的。那后面呢，当然还有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援助一次性的援助就是不管你有失业没失业这个每个成人给你1200美金，一个孩子给你500美金所以这些杂七杂八的钱呢，就帮助这个美国的家庭度过了这个暂时的困难。但是走到今天呢，这第1轮的援助计划的资金呢，已经消耗了778了那大家呢都在眼巴巴的望着看看有没有第2轮的这个刺激计划那最近的民主党提出的这个2.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呢，暂时呢是搁浅了特朗普在明确说明这个要放在大选以后再谈所以这个
暂时目前这个就搁浅了，要看大选以后呢，这个金额具体怎么谈，能不能两党之间能不能达成共识啊？目前来看是有很大分歧的啊，这个共和党可能不太愿意再给出这么大的这个刺激计划。好，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失业的一个结构的具体情况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失业率。那失业率刚才我讲到了一个数字，就是在大萧条的时候呢，美国到过25%的失业率啊，非常高，每4个人呢就有1个人失业。那第二次严重的失业情况呢，就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啊，当时的失业率可以看到啊，从5%呢一路窜升到了10%啊，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业。然后这一次的失业呢，啊，它是短时间窜升速度非常快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宣布了这种封城的措施啊，所以直接导致了一下子上到15%，后面呢又很快的下来啊，是因为这种封城措施的解除，导致这个失业率呢又下来，但是依然也不低，还在7.9%这个水平。而且我非常的担心啊，随着这个刺激计划的用尽，随着这个美联储放水效应的消退啊，很有可能在9月、10月啊就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这个失业率呢可能继续会往上走啊，从7.9%重新开始拐头。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7.9%的失业率里面的具体的结构性的一些因素。那举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呢，啊，最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啊，最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就是这种永久性失业的这个人数的增多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暂时性的失业和永久性失业的一个对比。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暂时性的失业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达到了1800万啊，永久性失业呢是200万。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暂时性失业呢下降的很快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回到了工作岗位，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一些人就变成了永久性失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永久性失业的人数啊，从这个2、3月份的时候140多万这个水平啊，一路上涨到370万的水平。那这个呢才是真正让人值得担忧的地方。而且刚才我也讲了，美国那个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停薪留职的时间超过6个月，那这个公司呢就必须明确啊具体的这个离职日期。所以说可以想象10月份以后还会有大量的人从这个临时性失业转为永久性失业。好，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啊，就是其实这个图呢是反映了美国这个统计失业率里面的一些特点，或者是一些我认为不那么科学的地方啊。就是美国的有一部分人是不统计在失业率的啊，就是这个人呢，如果是在最近1个月内他没有找工作，然后呢他在之前呢也是失业的啊，那美国就认为他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啊，就不统计在这个失业率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这部分人在我看来呢，其实他也是真正的失业人群啊。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半年来都没找工作，那他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这个失业的一个状态啊。但是美国的政府的这个失业率呢，没有把他们统计进来。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把他们统计进来以后呢，那在这个4月份的这个失业人数就达到了3200万啊，就不是2300万这个水平了。然后这个到9月份的时候，整个的失业人数啊，也不是1200万这个水平，而是1900万，对吧？所以说美国的人口大家知道是3.3亿人嘛，对吧？然后美国的家庭很多都是有2、3个孩子，所以真正的劳动力也就是1亿多人啊，1亿多人的水平里面有将近2000万的人失业啊，所以这个失业率啊，这个在我看来可能不低的啊，在10%左右有可能。好，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失业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就是3月份呢，经济呢相当于经历了一次心脏的骤停啊，就是心脏病爆发了。然后通过这个美联储的放水效应和这个美国的纾困计划、援助计划啊，来了一次人工复苏。这个暂时呢把这个病症给度过去了，但实际上呢没有真正的恢复啊，没有真正的身体健康恢复。所以说到了10月份以后啊，整个你可以看到美股的走势也好啊，美国的经济走势也好，它又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呢，后面要么就加强纾困计划啊，就是第2轮再来一轮纾困，要么呢啊你就面临着这个经济的拐头啊和巨大的这种下行压力。那我经常也给大家分析美股啊，包括全球股市啊，我说美股呢可能是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高峰和高点啊，这个全凭3月份的放水效应啊，导致了这个微型的反弹啊，还有这种各类股票是疯狂的上涨啊，短时间内不到半年的时间，很多股票都翻倍甚至翻几倍。那这种呢就是
放水来到了这种带来的这种效应。那走到今天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资本市场和这种实业和这个就业市场的这种分化，高度分化这个资本市场高歌猛进，但是实业市场还是就业市场非常的萎靡，甚至这个永久性失业的人数还在不停的扩大所以美国的这种两极分化的问题呢，也在变得更加严峻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美国现在的一个就业情况其实这个不光是美国的一个情况了，全球呢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放水效应的衰退以后，放水效应的这个边际效应递减以后，各国的这个经济重新又要可能开始向下拐头那这个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失业率开始要上升了。那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呢，就会带来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刚才也给大家讲了一个比较当然极端的例子了，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种高企的失业率带来这种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那我相信这一次大的危机过后呢或者这个大的危机的过程中呢，也会诞生一系列的这种极端的一些思潮，或者说是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吧。我希望呢，这种思潮有的是一种创新性的，是一种好的方面的是一种改良社会的这种思潮。当然这个肯定也会有但是同时呢，我们要警惕这种不良的或者是比较走向黑暗面的比较这个不好的一面的这种社会思潮的这种诞生尤其是极端性的这种思潮我们要警惕它，警惕这种思潮和这种组织形态不要再重蹈这个当年法西斯还有这个军国主义的这种覆辙导致这种灾难性的这种后果。好，这个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最新的一些美国失业市场的情况。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